草帽一伙2年前后的变化。经过2年时间的修炼，草帽团每个人除了实力上的提升，从外貌上也各有一些变化。第一个签到的索隆穿着一双靴子，一套更帅的衣服，入境美如画。那个时候不知道佩罗娜也来了，还在疑惑索隆为什么能找对地方。结果索隆因为上错了船，反手就把人家的船给劈了。要说索隆最大的变化，还是眼睛上多了触目惊心的一道疤。曾经2只眼睛里的智慧目光，现在全部集中到了1只眼睛里。接下来娜美的变大可以说是非常化，不是娜美的变化可以说是非常大。以前的中短发，现在变成了长发，还戴了2只耳钉。空岛上的环境看来简直就是天堂，能把娜美养得这么滋润，整个人变得更精致了。奇怪的是，娜美买的衣服越来越多，但身上穿的却越来越少了。乌索普经过2年修炼，身材练得非常不错，这轮廓这腹肌，乌索普变得自信多了，自称是从胆小3人组毕业了。本以为胆小组就此解散，结果后来因为罗宾寥寥几句惊悚的话，3个人立刻破功。山治他一登岛就知道这2年他经历了怎样的折磨，比之前更加花痴，更加容易血流成河了。以前刘海是挡左边，2年后换成了挡右边，下巴上留了一个比较有型的小胡子。不过这万年黑西服倒没换，估计因为修炼环境的问题，晚上睡觉别说脱衣服，连鞋也不敢脱呀，草木皆兵，随时准备跑路。乔巴从以前帽子的基础上又套了一层帽子，但是医术和实力上的成长并没有掩盖住他心智上完全没有长进的迷惑现象。乔巴和路飞依然霸占着草帽团最强脸盲2人组的地位。罗宾2年期间，罗宾的头发也留长了一些，刘海发型变成了长发背头，气质还是那个无懈可击的御姐气质，主要是罗宾的肤色变白了。在大雪纷飞的劳动王国停留了一段时间，期间可以看到罗宾那时候已经捂白了很多，再加上工作时不需要风吹日晒，2年后的罗宾娜美可以直接让山治瞬间喷血起飞。弗兰奇看他身上的疤痕就知道，终于是在终极变态的路上一去不复返。除了后背，他对自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换装了大号的多功能机械臂，一按鼻子还可以任意改变多种发型等等，一系列稀奇古怪的随身小技能，并且换了一条红色的骚里骚气的外穿内裤。路飞红衣蓝裤拖鞋草帽，这是经典标配。胸口上因为被赤犬烫了一块，经过罗心灵手巧的处理美化之后，路飞胸口上多了一个叉叉疤，而且腹肌轮廓清晰可见，主要是俘获了海贼女帝的芳心。这种无形的变化可以直击山治的灵魂。布鲁克有了新的装扮、新的武器和新的技能，但从外貌上来说，总感觉布鲁克他老人家连根头发都没掉。如果说布鲁克脑门上的裂痕还跟以前不太一样，那慎平就更猛了，因为慎平老大只是换了身衣服。草帽团里的偷家王，偷家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敌人眼里的流氓，队友眼里的希望。他们往往先远离主战场，通过隐匿、潜伏、蹲草丛，继而深入敌后搞事情，帮助队友挽回败局。早在阿拉巴斯坦，山治就展示了偷的本领。当时路飞小队加上薇薇一共7个人，其中除了山治、乔巴，其他人都被老沙控制住了，还有个斯摩格充当赠品，一起落入陷阱。危难关头，山治在小花园发现了老沙的户外根据地，并和老沙通讯，不开玩笑地说自己是梅斯特王子，戏耍老沙。在电话里还自编自导了一出自己通话期间被老沙的手下打败的好戏，戏托说已经把梅斯特王子干掉，让老沙来赌场门口领人头，好一个调虎离山，釜底抽薪。然后乔巴冒充梅斯特王子在门口闹事儿，吸引老沙的注意力，因为能多段变身，让抓不住人的老沙很懵逼。而山治在薇薇的带领下偷进了地下室，最终在草帽一伙差点被淹死的情况下，将几个人解救了出来。后来在空岛，路飞被艾尼路打下方舟后，艾尼路乘着方舟往上飞，一方面准备报复社会搞破坏，但让艾尼路万万没想到的是，中途山治乌索普偷上了方舟，山治还破坏了方舟的动力中枢。知道真相的艾尼路气得直接就骂街，虽然后来是修好了，但是成功拖延了艾尼路的计划，给路飞再次上来锤艾尼路争取了时间。在水之都，前期山治又是单人带线，在路飞他们和陆琪他们初次对决的时候，路飞他们完败，路飞卡在了墙缝里，索隆卡在了烟囱里。娜美、乔巴因为找这俩人，最后还是错过了载着罗宾开往司法岛的海上列车。但在此前，山治又充当了骑兵，早就悠闲地来到了车站。在列车上，山治解救了乌索普和弗兰奇，3个人消灭了列车上大部分守军，从车厢打到车顶，从后面打到前面。不过最后依旧没能在中途救走罗宾。可是山治乌索普向罗宾传达了一个信念，就是大家都知道了罗宾牺牲自己拯救伙伴的愿望，而伙伴们一定也会去救他。到了司法岛，山治打败加布拉后，又开始未雨绸缪偷家计划，那就是后来偷进操控室，及时关闭了正义之门，
在草帽团撤离时，正义之门关闭，卷起的漩涡阻挡了大批海军的追击，最后成功脱险。2年后，山治的偷家技术已经升华成偷人了。在德雷斯罗萨，山治和紫罗兰卿卿我我，虽然前面一直都是被紫罗兰玩弄感情，不过最后山治用骑士道精神感化了紫罗兰，不仅收获了重要情报，还间接把她拉进了自己阵营。虽然紫罗兰公主和明哥并不是两情相悦的那种爱情，但是山治这一波偷人的操作，怎么看明哥这一身粉红装扮也是有点冒绿光。花剑、玉田和鹰眼，由于红发断臂后，鹰眼不再跟红发切磋，每次登场也不会展示真正实力，又挂着世界第一大剑豪的头衔，鹰眼的实力反而越来越遭受质疑。身为世界第一，那就免不了要对比，一方面是对比二刀流剑豪光月玉田的原因，主要是顶上战争鹰眼和比斯塔的短暂对决。首先，花剑比斯塔的实力也很强，30年前就用着2把西洋刀，跟随白胡子南征北战，能和鹰眼多个回合交手不落下风的实力还是有的。鹰眼当时第一时间就认出了比斯塔，说明比斯塔在剑术的高手榜单里是能排上号的，而比斯塔则表示能跟世界最强剑豪切磋，这是剑士的本能，也感到荣幸。这明显比斯塔话里更多的是崇敬，而鹰眼是欣赏。但是在花剑生命卡上有这么一句，其剑术和鹰眼不相上下。如果要这么说的话，但凡是个剑术高手都能和鹰眼不相上下，红发的面子没了，世界最强剑豪的面子也没了。不过再看和鹰眼实力不相上下的下一句，在这场战斗中双方的刀都没有砍中对方，要是只是因为两人打了一阵太极，未分胜负就断定实力相当，这就有点草率了。相比于比斯塔来阻挡鹰眼，当时鹰眼显然是没把心思放在和花剑 PK 上，象征性的比划了几下。鹰眼当年是为了追克里克，从伟大航路到东海，砍了他50艘船也得跟过来，而这一次他只是为了去追路飞。为了保护路飞，先后慎平、比斯塔、达兹波尼斯轮番上去拦，路飞还用出了巴基替罪羊，最后老沙过来才把鹰眼给拦下。后来红发来了，鹰眼算是给个面子就撤了。除了慎平被秒那一段是加戏，但也没人真正能控制住鹰眼。全场从头打到尾，黄猿的衣服微脏，鹰眼的衣服也只是微脏。要说玉田和鹰眼的实力，出海前的玉田跟白胡子干了一架，后来被罗杰一招神臂击飞，只能说玉田那时候的实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虽然特效很唬人，但和罗杰、白胡子这样的强者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回到和之国后才是他一生的巅峰时期，但那个时候的实力和武器依旧没有达到他的上限。如果玉田还活着，但是也没有如果，对比鹰眼现在的实力和刚出海时的玉田，显然鹰眼会强很多。设定上的东西，这么多年以来，鹰眼是唯一一个剑术方面有第一头衔的人，鹰眼的实力也是公认的。那孤傲的性格老凡尔赛了，随身挂着小刀虐菜，不遇到真正与之匹敌的对手，他也不会展露真正的实力。六世、其二、月部和 T 在海贼世界里，除了恶魔果实能力，体术也尤为重要。一个能把体术和霸气修炼到巅峰的人，例如卡普，不吃果实依然可以成为毋庸置疑的战力天花板。而六式体术中包括月步、T、蓝角、指枪、指挥和铁块6个基础招式，或者说是种类。因为从六式上延展、进化、融合出来的招式远远不止6个，根据自身修炼心得，也可以创造独特的六式，可以说是灵活多变的综合格斗体系。六式中的月步和 T 2个主移动和移速的招式，是其六式的灵魂所在。其中月步又称空中步行，区别于左脚踩右脚上天的技能，类似于武当踢云纵，利用强劲的脚力踩踏空气，获得爬升、飞行和滞空能力。因为一次不能在空中停留太久，需要连续踩踏，就有了空中步行的效果。当布鲁诺在草帽一伙面前施展月步时，当时还是很新奇的技能，让草帽一伙很懵逼。月步也能追击、摆脱或无死角的向敌人发动攻击。CP9 除了斯潘达姆，全员都会月步。2年修炼，山治被迫营业，在线学会月步，在渔人岛展示了类似升降机的玩法，并在空中发动 TG 的修炼成果，还学会了月步的延展版本海行步，在海里可以拥有媲美鱼人的速度，对于无果实的人来说是很实用。而卡利法的月步荆棘之路是利用月步跟敌人拉开距离，从空中用荆棘鞭造成范围性杀伤。六式之一的 T 在一瞬间利用爆发力连续踩踏地面数十次，继而高速移动，速度快的可以做到短暂的瞬间消失。六式高手陆奇利用月步和 T 开发出融合技 T 刀，速度和 T 一样，但更灵活，可以在空中和地面高速移动，闪展腾挪，并躲开2档路飞的攻击。T 铁块玉和超级旋转铁块玉，因无猫头鹰的 T 和铁块的融合技，利用高速旋转移动撞击，可以轻松撞穿一堵墙不止，也可以把人卷进去，带着人撞天撞地撞空气。但是被锁天锁地锁空气的人马形态弗兰奇给锁住了。T 作为六式基本功，也分3、6、9等。像当时 CP9 新人内罗说是 T，但速度并不快，
如果不配合利用更灵活的技能，会很容易被人轻易抓住把柄。先是被弗兰奇击败，丢了 CP 奈的脸，在企图用 T 逃过陆琪的追杀时，被陆琪一招秒了。T 这个技能不光是海军，海贼里也有很多人会用。在进入和之国的时候，娜美居然用出了 T， 扑上来就给了不听话的路飞一拳。所以说，在草帽团里，娜美的体术和霸气，不想当海贼王的七武海不是好狗仔。他是曾经敢和凯多一争高下的有志青年，也是顶上战争后被人堵在角落里围殴的原王下七武海，也是不屈不挠出海转行的艰辛狗仔。月光莫利亚，一个心酸而又值得同情的名字。莹莹果实能力者，原赏金3亿2000万贝利，比当时的巴索罗米熊还要高，只比明哥低2000万。在莫利亚成为七武海前的那个时候，这个价位已经很高了。不过之所以被人诟病是七武海之耻，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一切都要从24年前那个男人被公开处刑说起。26岁的莫利亚也在场，那个时候相貌长得还算清晰的莫利亚也在台下，露出阴森得意的坏笑。自信的莫利亚第2年就敢和刚刚入主和之国的凯多开团，结果被虐得只剩他一个光杆司令。从此莫利亚备受打击，意志消沉，疏于锻炼，过分依赖别人的力量。所以20年后的莫利亚除了果实能力，体术上无限接近于垃圾。当年被凯多打败后，他又盘踞在恐怖3维帆船，和霍古巴克组建了自己的僵尸军团，包括收藏并修复了体型巨大的运国奥兹。就在莫利亚的势力蒸蒸日上的时候，主角团来了。不过面对莫利亚的莹莹果实，路飞、索隆、山治、罗宾的影子被莫利亚夺取，还有早早就被夺走影子的布鲁克，而他们也必须要在天亮前打败莫利亚。没有影子的他们，只要被阳光照射，本体就会灰飞烟灭。所以莫利亚成也影子，败也影子。莹莹果实间接造出来个梦魇路飞，梦魇路飞反手把奥兹打得头破血流，脊椎粉碎性骨折。莫利亚一看路飞能变梦魇路飞，那自己也能变千影莫利亚，丧心病狂吸了1000个影子，但因为精神力属实拉胯，根本无法控制，被路飞催吐，打出来一半才好点。最终在阳光照射下来之前，被路飞彻底击败，影归原主。战后莫利亚虽然丢了世界政府的脸，但大战在即，莫利亚被保留了七武海职位，参加了顶上战争。在这里，莫利亚嘲讽慎平，又用绝对实力证明了不作死就不会死，被慎平2招打吐了，被无情打脸。战后世界政府卸磨杀莫利亚，直接就是以实力太垃圾为由，将其踢出七武海群聊，一点面子都不给，除名也就算了，还被奉命来灭口的明哥和机器熊围殴，后被会隐身的阿布萨罗姆救走。大事件后，莫利亚和阿布萨罗姆在海上流浪，并当起了狗仔。但是阿布萨罗姆后来不知道怎么地被黑胡子一伙人抓住，生命卡信息上挂上享年2字，隐身果实能力被夺取。莫利亚的闪光点就是对部下还是重情重义的，不光是来到蜂巢找寻阿布萨，知道部下凶多吉少后也并没有逃走，而是很愤怒，大不了干一架。即使他知道这里的老大是新四皇黑胡子。再有就是佩罗娜知道莫利亚的消息后，甘愿抛下鹰眼欧巴去找莫利亚。莫利亚要是对他不好，那傲娇的佩罗娜也没必要这么做。只不过现在莫利亚要是在别人手上还好说，可是他在黑胡子手上，以黑哥的作风，什么丧心病狂的事儿都能做出来。白团和红团前后样貌对比，30年前白胡子海贼团到了和之国，当时在白胡子身边的7个人里，不难认出有马尔科、比斯塔和乔兹，当时都是10几岁的年纪。现在看来，那时的面孔还透着一些稚嫩，尤其是乔兹，当时他才12岁，站在最后一排，略显懵逼呆萌，好像还不知道自己进了个海贼团似的。留着黄色脏辫，拿着流星锤的是七番队队长拉克约，后来也跟随白胡子来到马林凡多，在顶上战争和其他队长并肩作战。还有最让人意外的冰之魔女怀迪贝，因为顶上战争中她出场的时候看起来面容姣好，开着破冰船撞开了一段墙壁，没想到30年前和2年前，这几乎就是没什么变化。不愧是冰之魔女，不愧是冻龄姐姐。最边上的2个是白胡子麾下的2个船长安东雷和艾博伊塔，2个船长也参加了顶上战争，前后样貌变化不是很大。以及16番队队长以藏，30年前阴差阳错上了白胡子的船，就一直跟在白胡子身边，这些都算是白团的几个元老级别的存在。红发海贼团12年前在东海风车村短暂停留，10年过去，出现在顶上战争时的红团主要干部没有太大变动，但一些人的容貌变化都堪比整容。这个头戴印有红团标志帽子，戴着一双白手套和一副墨镜的大哥，曾经是这个样子的，那个时候还是一双黑手套。尽管面貌变化很大，但喜欢戴标志性帽子和手套的习惯却一直都在。这个额头有一道伤疤，扎了一个小辫子的老哥，当年属实也是个路人脸，那时最大的亮点就是缺了2颗牙，当然现在变得更霸气了，而且他是用右手把刀倒着扛，这个姿势不得不说是很牛批了。难道他和断臂前的红发一样，也是个左撇子？
这个戴墨镜、长相粗犷的老哥，当年他明明相对比较瘦小，而且手臂上也是贴了个纹身贴吧。不过后来大哥不仅是在右边膀子上纹了个真的，好奇他这几年吃的什么能变这么高大。这个头上脸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聪明绝顶的大哥，当年的他没有伤疤，同样也没有头发，不过从五官上也不难认出来。引人关注的是，他身上趴了只猴子，跟猴子沾边的人属实都不好惹呀。还有贝克曼，他倒是没有太大变化，就是气质更像个狼面了，脸上多了个叉叉疤，红发和耶稣布，显然是更成熟更帅了。变化最小的就是垃圾路了，除了变得更圆了，连护目镜、衣服款式都没换，这个太好辨别了。不过作为最神秘、实力最均衡的海贼团，毫无疑问，他们每个人的实力都必定很强。路飞的多种形态升级历程。前期无挡无霸气的路飞打老沙这样的对手，虽然有主角光环和老沙出场太早，以及尾田都没想花太久这种因素，路飞还是只能从对方的弱点下手，比如往老沙头上泼水，把双手沾满血可以打到老沙，想尽一切办法抓住老沙怕水的属性，就差往老沙头上撒尿了。要一直这么玩下去，队友全靠白捡 ，PK 只靠找弱点，那可不行。于是路飞的2档、3档诞生了。在打 CP9 布鲁诺时，在主线剧情中第一次开出2档，全身通红，冒出蒸汽，加速血液流动，强化身体强度和速度。再加上路飞掌握了 T 的诀窍，2档路飞只用了几招就虐得布鲁诺只能狼狈的卡进 bug 里喘口气。最后开启害人的铁块，硬扛路飞的2档火箭炮，完美倒地，差点给崩死。没过多久，在打陆奇时，又将3档用于实战，就是往骨头里吹入空气膨胀，使身体一部分巨大化，速度下降，但力量和攻击力大增。陆奇第一次见，所以自信的开铁块，被无情打飞。最后，陆奇的最大轮6王枪差点把路飞怼死，但路飞站起来，反手2档机关枪，把陆奇的铁块给破防了。虽然3档一招可以轻松干掉一艘军舰，但使用后有副作用，会暂时变小，失去原有的战斗力。但经过2年修炼，2年后使用3档就不会变小了。到了打莫利亚期间，路飞多了一个特殊的形态——梦魇路飞。因为被罗拉等人塞进去100个影子，也不乏有剑术高手，所以梦魇路飞不仅实力大大增强，气质变了，智商高了，还会玩刀，一刀重创了奥兹，还能单臂轻松接住路飞版奥兹的回旋弹，把莫利亚和奥兹虐得毫无还手之力。但梦魇路飞不仅要靠影子，也会有时间上的限制。2年课外辅导期间，路飞上了霸气必修课，开发出了4档，将空气吹入肌肉，再附上武装色，又弹又抗揍，比2、3档强太多的全新版本。目前有3个形态：弹跳人、坦克人和蛇人。弹跳人致敬了陪练小弟们，技能名字以猿王、犀牛、大蛇和狮子命名。弹跳人路飞是攻击和防御兼备，最终用大猿王枪把明哥连人和眼镜一起干废了。第二，4档坦克人的保护形态，防御力最强的一种形态，完全是被克利架差点给撑死而即兴发挥的。加农炮球这一招直接能把克利架从森林弹到蛋糕城，路飞快递，儿子必打。第三，4档蛇人形态，技能也是致敬小弟们，都是以黑曼巴、眼镜王蛇等蛇类命名，速度和机动性以及持续时间最好的一种形态，加上能蛇皮走位的拳头，配合见闻色，才能和卡尔这样的能蛇皮走位的对手打到最后。不过4档用完之后，需要10分钟的霸气恢复时间。当白胡子遇到会撒娇的光月玉田，光月玉田偷偷摸摸出海几10次都失败了，而第一个真正将玉田带向广阔大海的人是白胡子。那时玉田认为和之国太压抑太无趣，一直都想出海看看更大的世界，恰好白胡子海贼团的船搁浅在和之国9里，需要休整。对玉田来说，海贼来了这个消息让他这个猛男无比兴奋，疯疯癫癫的朝白胡子跑来。白胡子一早就看出来这不是个好对付的家伙，不过警惕的白胡子也不知道玉田是什么目的，所以2人一碰面就开始咣咣一顿干架。2人短兵相接，霸气互刚，打的是相当激烈。玉田一边说出想跟白胡子出海的意愿后，一边又放出2刀流桃园白龙。白胡子这下懂了，心想你说你有事就直说呗，上来就嗷嗷一顿操作，什么个意思？有点生气的白胡子开启阵阵果实能力，空手接白刃，直接一拳把玉田给锤懵逼了。被打飞后的玉田也验证了白胡子的强大，决定不换了哈，就这个团了。玉田请求上白胡子的船，但现在困扰白胡子的不是玉田，而是船坏了走不了。船坏了那就修。玉田一伙和白胡子海贼团还开开心心开了场宴会，白胡子他们尝了从来没有吃过的关东煮，玉田也尝了白胡子带来的葡萄酒。期间玉田又提起出海的事情，但白胡子嘴上是拒绝的，因为他看玉田这小子属实是没看出来有个好人样。在白胡子面前过于亢奋的玉田被警卫们他们绑起来拖走了。此后玉田就变成了疯狂撒娇的猛男，整天缠着白胡子。2周之后的夜晚，被缠得够够的白胡子趁夜色准备溜了溜了，没想到精明的玉田跟了过来，还企图借上厕所之由骗过负责看守他的乙藏。玉田用铁链拴住桅杆原地起飞，
他也没想到乙藏预判了他的预判，也跟了过来。白胡子无奈让马尔科先把乙藏带上船，乙藏也就是后来白团16番队队长。不过白胡子跟玉田结下了3天的约定，也是白胡子对他的试炼。3天过去，玉田在水里都泡成球了，全身浮肿，死也不松手。其实傲娇的白胡子早就认可他了，就连马尔科他们也为玉田加油。但玉田最后时刻还是放手了，因为他听到了女人的呼唤。好家伙，可以，这波操作很山治。在这里，玉田救下了天月石，也就是后来他的老婆光月石，捡了个老婆，还得到了白胡子的认可。玉田这波大赚，当然最后他也如愿跟白胡子一起出海了。蒙奇弟卡普的愿望，卡普老爷子平时能开开心心吃鲜贝，一辈子都拒绝升任大将或者更高的职位，在海军里活得很无拘无束。但卡普心中却一直有一个心结，也可以说是他曾经的愿望，那就是希望艾斯、路飞、萨博能像自己一样成为一名海军。在路飞、艾斯小时候，卡普就经常苦口婆心，外加爱之铁拳来教导他们，长大一定要当个优秀的海军，一定要当个优秀的海军。这种话或许当年卡普也跟年轻时的龙说过，但龙执意要创立革命军，后来龙脸上就多了个拖鞋印。路飞、艾斯同样对卡普的话不以为然，出海当海贼才是他们追求的。卡普的实力在任何强者面前都不虚，唯独在路飞、艾斯外加一个萨博3个小街溜子面前，还真就没什么好办法。卡普甚至幻想过，这3个混小子如果成了海军，老黄带萨博，赤犬带艾斯，卡普亲至路飞，嗜睡3人组，就一起愉快的随时随地睡觉，这个画面也是其乐融融。不过这是海贼王，不是海军王，卡普的梦想终究不会实现。而现实是，萨博跟了龙，艾斯跟了白胡子，红发和雷利带出了如今的路飞。卡普人都郁闷了，几个人居然没一个是自己这边的。好在卡普这种心愿和执念放在了科比和贝鲁梅伯身上，亲自来带这2个人。有卡普做师傅，胆小的科比和贝鲁梅伯进步非常快，可以说是脱胎换骨的蜕变。不过对于卡普的愿望，动画组和尾田也是分别给了关照。首先在动画原创海军超新星篇，路飞穿上了海军制服，路飞第一句话是吐槽海军这大风衣太碍事儿了。虽然路飞冒充海军期间对这个身份丝毫没有兴趣，只顾蹭吃蹭喝，不过卡普如果看到这一幕，想必那得是笑得合不拢嘴了。然后尾田还搞出了艾萨路3兄弟成了见习海军的样子，在海军基地里，卡普作为导师正在教导他们3个痞里痞气的新兵蛋子，就像是当年用爱之铁拳撵得他们抱头鼠窜一样。仔细看看会发现，路飞眼睛下和胸口上都没有疤痕，也就是说这个时空里路飞并没有遇到香克斯，也就没有了后来的一切。虽然是梦或是平行宇宙，可是对卡普来说也是挺美好的。草帽海贼团的2年修炼历程，路飞打完顶上战争后，跟雷利在猛兽扎堆、季节不规则的鲁斯卡伊纳岛上进行修炼，又名48季岛，师从雷利主修霸气课程。前1年半，雷利做导师，后半年路飞自行修炼。当然2年期间还有狮子、鳄鱼、猩猩、犀牛、蛇什么的动物小弟陪练。路飞2年后的招式名大多也是根据这些猛兽来起的。索隆在鹰眼所在的克拉伊卡纳岛，又名暗岛，索隆成功拜师鹰眼，在这里也有陪练，就是会模仿和使用武器的狒狒们，还有模仿精通鹰眼剑术的狒狒王。此后鹰眼传授剑术，佩佩给他带路，狒狒陪他训练武术。课程结束，索隆虽然还是不认路，但变得更加强大成熟。山治在小伊万所在的卡马巴卡王国，相比于前2位，山治的经历略显荒诞，自称是地狱式训练的2年。面对前所未有山呼海啸般的追求者，他的陪练则是99个精通人妖拳法的人妖。为了生存，山治在线学会了月步、海行步以及堪称神经质的见闻色，另外还学会了用于回血的99只活力菜单。娜美唯一一个不在地上的人，在小空岛维沙利亚和哈雷达等几个老头生活在一起。在这里，他继续精通气象学和航海术，用维沙利亚的气象科学改进了天后棒，魔法天后棒可以放出冷热电等气泡，快速形成风雨雷电等 AOE 法术效果，成了一名真正的中单法师。乌索普在波音列岛精通射术和弹药，师从海克利斯。一开始乌索普在暴食森林暴饮暴食，吃到巨肥状态，但他不知道这座岛其实是未知男爵，会吃掉肥胖的生物。乌索普差点就被吃掉，还好吃着顺下来的拉面瀑布硬是给吃上去了。后来跟随海克利斯锻炼身体和研究植物弹药，2年后乌索普的肌肉线条就是这么练出来的。罗宾一开始被困在劳动王国，后被革命军所救，得知了路飞和2年后重聚的消息后，来到了革命军大本营巴尔的哥，不但精进了果实能力和情报能力，和龙、萨博他们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乔巴到了南海的鸟之国特里诺王国，还差点被岛民煮来吃了。虽然乔巴走到哪儿都少不了被人当储备粮，
但乔巴利用一直以来独特的优势，担任巨鸟和岛民的翻译官，化解了岛民与巨鸟之间的误解。因为岛上有很多珍贵的药材，乔巴向居民请教有关当地草药的相关知识，捣鼓自己的蓝波球，强化自己的多段变身，以及让自己在暴走时能保持意识。弗兰奇在未来国巴尔基摩亚，这是天才科学家贝加朋克的故乡。在这里，弗兰奇因为误按了爆炸按钮，被炸得面目全非，进而又把自己给大刀阔斧地改造了一次，把自己改得更不像人了。不过他在这里找到了贝加朋克遗留的兵器类发明文献。布鲁克一开始在贫困王国哈拉海坦尼亚，要说布鲁克这2年音乐和胖子是主修，修炼只是副业，因为他一落地就被当地人当作恶魔撒旦，并成功看到了这里所有人的胖子，后来还被长手族的人给关了起来。不过布鲁克上一份悬赏令还是活人状态，相差太大，和伙伴分散时刚刚加入又没有悬赏令，所以不会被观众轻易认出来。2年期间他成了大明星，还开启了巡回演唱会，可以说就布鲁克是风光无限了。罗杰为什么能成为海贼王？除了强大的实力和明确的目标之外，一个海贼团就好比一个公司。首先，罗杰作为船长，罗杰不仅具备了出色的识人和管理能力，而且还懂得如何节约成本。出海之前呢，用一个烧火棍的成本收了雷利和一艘船，有了驰骋大海的基石。后来得了绝症，在双子甲收了库洛卡斯，能对自己的病情有精准的预估和最大程度的治疗。再后来被历史正文所困，于是又挖来了光月玉田，等同于拿到了财富密码。而罗杰的成王路上，这至关重要的3个拼图居然都是白嫖来的，不得不佩服罗杰慧眼识人和空手套白狼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他几乎只凭3寸舌的功力就搞定了。另外，航海路上一定少不了来找事儿的刺头，巴雷特就是其中一个。罗杰虽然多次将其击败，但并没有置他于死地或者关起来，还好吃好喝收留了他3年。罗杰这格局不小吧？到头来还留了一句你很强，随时欢迎来挑战，我等你，这么一句话。哎呀，这句话猛男巴雷特对罗杰从嫉妒甚至变成了有些崇拜。罗杰这格局立刻就升华了。说到格局，或者说是情商眼界，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海军本部和四海里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当年是卡普和罗杰联手击败的洛克斯海贼团。卡普事后被冠以海军英雄的称号，但关于罗杰和神之谷的信息全部被世界政府给抹去了。这事儿跟后来阿拉巴斯坦、斯摩格、路飞有点像，即便外界都认为是卡普率军将其团灭的，所有功劳全算在卡普头上，罗杰也觉得无所谓，他的目标就是海贼王，不争功不计较，是信念也是格局。话是这么说，但可别当罗杰傻，他早就知道卡普绝对是个忠厚之人，绝不会忘记一起并肩作战的情分，所以后来在监狱托孤，虽然自信的罗杰对当年神之谷事件只字未提，卡普也真就说不出来什么。这个人情罗杰藏了10几年，太老辣了。除了这些，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时运。在那个时代，能打的不只是罗杰，还有金狮子、白胡子，这俩哪个也不是罗杰能轻易摆平的。但金狮子不只是想要 One Piece， 他还想要 All Piece， 也就是统治世界。白胡子只是想要家人，对海贼王并不感兴趣。首先，罗和白的目标不冲突，然后本来就欣赏罗杰的金狮子急功近利，逼迫罗杰联手。看到金狮子碾压级的舰队，罗杰都准备把命给赌上了。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和风浪把金狮子干得人仰马翻，元气大伤。后来罗杰跟白胡子更是建立了好友关系，虽然亦敌亦友，但金狮子、白胡子还都很认可罗杰，所以罗杰的实力是成王的必要资本。格局也好，时运也罢，成王也要靠天时地利人和。毕竟江湖不光是打打杀杀，江湖更多的还是人情世故。全身上下写满了惨的基拉。基拉作为2年前极恶世代超新星之一，那会儿赏金1亿6200万，这个价位也不算低。而且当时基拉基德2个人的赏金分别要高于同样是一团双星的索隆路飞。倒不是因为基拉基德就是比索隆路飞强，是因为基德海贼团一天不整出点人命来就浑身难受。基拉和基德差不多，除了看谁不顺眼就动手之外，基德是谁嘲笑他的梦想就要他命，基拉是谁嘲笑他的笑声就要他命。所以基拉起初之所以叫杀戮武士，他这赏金里边也埋了不少人命。基拉不至于像基德这么刚，有时候还会劝基德收敛点。基拉因为不是主角团又不是船长，属于地中地这一级别，露脸的机会不多。不是，他这从小到大也没正儿八经露过脸。但是因为现在是5星战双黄开黑5人组的一员，基拉这一次最起码能好好展示展示自己了。基拉这个人的生平经历那属实是惨，因为他讨厌自己的笑声，所以在被迫吃人造恶魔果实之前一直都戴着一个面具，也从来不会放声笑。基拉和基德不同的地方在于，基拉遇事之后还挺理智，就是点儿太背。
当时基拉撮合阿普和霍金斯来商讨讨伐四皇红发的大计，但卧底阿普上来就一顿作。基德这暴脾气，两人话不投机半句多就要干架，还是基拉做和事佬给他们劝开的。这边刚劝完架，几个不靠谱的人用不靠谱的态度商量着更不靠谱的事儿。只有基德、基拉两个人冥冥之中觉得在红发的地盘上烧红发的海贼旗的目标好似触手可及。不料天上掉下来个可爱多，阿普 Q 币已到账，霍金斯连牌都不用摸就知道今天适合投降。基德怒火中烧，青筋暴起，撸起袖子一跃而起，进了凯多的小黑屋。而本来就讨厌自己笑声的基拉被抓去吃了人造恶魔果实，完蛋中奖了，只能疯疯癫癫放声大笑。不仅如此，本来基拉是非果实能力者，这下直接变成了旱鸭子。但不得不说，基拉还是很讲义气的，为了有机会救出基德和伙伴，他也只能忍气吞声，吃下人造果实，给大蛇当牛做马，化身斩人魔连藏，追杀惹怒了大蛇的护子。不料遇上了索隆，被索隆给砍了，伤还没好，又出力不讨好，还被送进兔碗监狱，跟基德一起享受水刑。因为大妈大闹搬砖工地，基拉、基德各自捡回一条命。一开始是拒绝跟路飞合作的，因为被阿普和霍金斯给整怕了。砸开监狱大门，基拉、基德两人准备去营救自己的小弟们。虽然基拉在新世界的经历很惨，但现在基拉终于略微翻身了，拿回自己趁手的武器，戴上面具，意气风发，和路飞他们一起对抗四皇联盟。这一仗打完了，肯定更值钱了，而且以后这都是可以写进简历里面的事儿。基拉惨但很励志，一只心大又嘴馋的超级赛亚兔。当路飞在左屋开启跳楼机模式和索隆等人告别时，路飞此时并不知道他的船上会莫名其妙多出来一只能可爱又能御姐的兔子。作为兔子毛皮族，加洛特天生自带毛皮族的一些优势，除了用电流作为攻击手段，力气不小，行动敏捷，在初登场时躲过了索隆的斩击，而且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极强的弹跳制空能力，可以将岛上发生的状况尽收眼底。但是如果和他混熟了，加洛特就是特别可爱温顺的兔子，前提是别一声不吭的偷吃他的胡萝卜。在路飞他们马上启程前，加洛特拍了草帽团所有人的彩虹屁，意思就是自己也想跟着去冒险。但是路飞根本没在听的，他一开始也没想带加洛特走。不过潜伏和隐匿正是加洛特的优势，在路飞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兔子钻进装食物的大包裹里，成功溜上了桑尼号，事先还用香蕉收买了猴子帮他保密。当加洛特从房间里跑出来，真的是吓得路飞一伙直接懵逼。而且加洛特这看起来根本不是去打四皇的，而是来旅游的。便当是胡萝卜，饮料是胡萝卜汁儿，零食还是胡萝卜，衣服上的印花也是胡萝卜，毕竟这是他最爱的食物。加洛特来之后，本以为路飞又多了一份储备粮，没想到因为路飞偷吃他的胡萝卜，好家伙，加洛特扑上去倒是抓住路飞一顿咬，海贼王差点海贼王。而路飞这里也学会了如何驯服加洛特，那就是摸他头，加洛特就会立刻神奇般的变得温顺起来。说起加洛特的梦想，起初那就是出海冒险，因为一直在左屋生活，再加上人生导师佩德洛的教导，对外面的世界很向往，所以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这个调调倒是有草帽团冒险精神的那味儿了。加洛特的老师佩德洛在蛋糕岛自爆后，加洛特牢记佩德洛的夙愿，愿世界迎来真正的光明，而草帽一伙就是给世界带来黎明的那伙人。在蛋糕岛除了将分散的伙伴汇合到一起，加洛特跃狮形态直接就变成了超级赛亚兔，一顿操作把大福的舰队给搞瘫痪了。大福就搓他那阿拉丁神灯牌的腰带，搓出来的憨憨魔人不仅跟不上他的速度，大福还被耍得自己误伤自己的船队。看到跃狮形态，乔巴着实是被吓傻了，惊呼居然还有这操作。乔巴也许不知，当年在司法岛他嗑药变成巨兽时，索隆和乌索普当时也是这个表情和感叹。看到兔子展露隐藏实力，乔大哥当然是为他的加洛特妹妹感到骄傲。加洛特既然能和路飞玩到一起去，那自然是自带路飞属性了。加洛特的路飞属性就是心大和嘴馋，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他俩居然敢在海军基地明目张胆的蹭吃蹭喝，吃不完还想打包带走，也是没谁了。靠着一身孤勇出海的大佬们，雷利和罗杰寥寥几句一拍即合，一同出海。在那几句简短而意味深长的对话中，听出了雷利的家就是罗杰烧的意思。至于雷利偷来的船，没准是偷的罗杰的。心知肚明的两个人互相怀着歉意，没有挑明，各自给了对方一个面子，在大海上造就了一个传奇时代。相比于其他一些大佬，罗杰雷利出海时的船算得上豪华了。艾斯、萨博、路飞三兄弟中，10岁的萨博最先出海，对戈亚王国的阴暗面，萨博厌恶反感，于是选择逃离这里。萨博出海的船是3小只里面最好的，正好奇萨博哪来的船，这时一个渔民惊呼自己的船丢了，原来小街溜子萨博是偷的那个渔民的船出海了。结果还没出新手村，就遇到了到东海寻访的天龙人。
萨博的船被击沉，但一切自有定数。萨博的新手号遇到了一个满级号蒙奇蒂龙。多年之后，萨博做到了革命军二把手。第二个出海的是艾斯，17岁的艾斯出海虽然也是一艘小船，不过有桨和风帆，动力方面最起码说得过去。而出海后的艾斯升级也很快，组建了自己的海贼团，成了超新星。和萨博一样，艾斯后来也遇到了一个满级号白胡子，成了白胡子的二番队队长。3年后，17岁的路飞出海，路飞的船是3小只里面最 low 的一个，但船上的那个桶是神奇的一个桶，是救了未来海贼王一命的一个桶。从此也就有了老爹和爷爷还有引路人都是满级号，自己带着上一个全服第一留下的装备，开局一个桶，队友全靠捡的这么一段传奇佳话。白胡子出海时8岁，也是一艘小船，这艘船也不知道从哪里白嫖来的，因为小白出生在一个交不起天上金的贫穷之国，小白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孤儿，出海后也不知道下一个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多年之后崛起的白胡子遇到了一个更狠的，想要出海的光月玉田。为了上白胡子的船，玉田软磨硬泡都不成，白胡子要走了，玉田就用铁链勾住白胡子的船，白胡子便提出了3天的君子之约，其实是给玉田的考验。在海里被拖拽被泡了3天的玉田死也不松手，但因为最后时刻他为了去救光月石而选择放弃考验，但白胡子早就认可他了。玉田捡了个老婆，通过了白胡子的面试，双喜临门。这些大佬五花八门的出海手段，不仅仅是要学会在这片大海上如何白嫖，更重要的是靠头铁和勇气。洛克斯海贼团解散后的大事记，早在罗杰成王之前，有一个集结了年轻白胡子、金狮子、凯多、大妈、银斧、王直、约翰等一众强者的传说级海贼团，其船长洛克斯蒂吉贝克本正向着世界之王的梦想前进。38年前，因为在神之谷袭击了天龙人，再加上团内一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被卡普和罗杰联手击败。但当时谁也没想到的是，从洛克斯海贼团里走出来的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名扬四海的大海贼。那一年，白胡子36岁，虽然有了弦月状的胡子，但还没有人叫他老爹。他的梦想很朴实，就是在茫茫大海上找到一群胜似家人的船员。金狮子不到40岁的年纪，他的梦想却很远大，想要统治世界。两人离开洛克斯海贼团后迅速崛起，短短几年的时间便与40多岁向往自由的罗杰一同成为海上的3大海贼。而大妈离开洛克斯海贼团时30岁，在白胡子、金狮子蓄势崛起的这几年里，他的万国正式挂牌营业了。大妈33岁的时候，斯木吉出生，18岁时的玲玲就已经当了妈妈，而这是她的第14个子女。此时的佩罗斯佩罗、卡尔、大福、欧文都已经进入青春期了。当年大妈向幼年时的他们告别，加入洛克斯海贼团的画面还历历在目。44岁的白胡子到了和之国，那时候他的身边已经有了马尔科、乔兹、比斯塔等后来的队长们了。在这里，他收了光月玉田，视玉田为兄弟。3年后，金狮子和50岁的罗杰爆发了艾特沃尔海战，金狮子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袭击，之后老实多了。又过了1年，48岁的白胡子和51岁的罗杰相遇，两个大海贼爆发团战，大战3天3夜，最后把酒言欢。罗杰不卖拐不卖车，稀里糊涂把光月玉田从白胡子手上忽悠走了。第2年，52岁的罗杰到达拉夫德鲁，成为海贼王。也是这一年，凯多入主和之国，和黑炭大蛇一起将和之国变成武器生产国。53岁的罗杰自首被公开处刑，处刑前1周，金狮子单刷卡普战国，被暴锤一顿，关进推进城。处刑那天，15岁的香克斯自立门户，再次出海。从此，罗杰时代落幕，四皇时代渐渐成型。罗杰死后的1年，凯多把27岁的莫利亚虐到心态崩溃，莫利亚带着龙马等人的大批尸骨和秋水跑路了。3年后，玉田讨伐凯多，将凯多砍伤，但受到凯多的斧烹之刑，最终被杀害。而黑胡子注意到了洛克斯的前车之鉴，洛克斯海贼团成也强者众多，败也强者众多。就像有些小伙伴的神评，黑胡子说我是来找小弟的，不是来找大哥的。所以黑胡子和巴雷特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然后黑胡子秒怂，惹不起惹不起。但黑胡子高低还是收了几个推进城6层囚犯，无疑是跟洛克斯有一样的野心。自己的船直接就命名为吉贝克之剑号，自己的驻扎地也是曾经洛克斯所在的蜂巢，还有原大将青雉不明不白的来合作。下一个能把黑胡子打得叫爹的不知道是谁。总之，现在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黑胡子的处境：危。海贼王里那些多少有点不靠谱的技能，我有铁块我无敌，海军6式里的铁块不只是一种体术，现在看来还是一种信念。所以在司法岛中就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迷惑操作，明明可以闪开，却偏要开出铁块硬扛伤害。要说这铁块能减少伤害，也没看出来比别人伤得轻。明哥连接4档，没过多久就跟贺中将有说有笑，牙都没掉。
陆琪用铁块接二档，被路飞突突的差点没爬起来。要不说是 CP9 人均贵于铁块，陆琪是接完3档接2档，严格坚守了 PK 可以输，铁块必须开的信念。有的海军对于铁块的信仰程度已经走火入魔了，见谁都开铁块，在黑腕泽法面前秀铁块，属实牛批。这老哥的体术没准都是当年泽法教给他的。还是这个海军，2年前路飞的橡胶子弹都能把他的铁块给破防。事实证明，对于有些人来说，铁块的防御力还不如一平底锅。还有黄猿的8尺琼勾玉，黄 Sir 近2年又多了个称号，叫残局表演家，就是一到收拾残局时，老黄就带着他的8尺琼勾玉登场。除了顶上战争那比中彩票还难中的大招，在剧场版高高跃起，准备开始燃烧经费，眼看就要把超新星们团灭了，然后被萨博一记火拳给打断了。听到屠魔令取消后，准时打卡下班，绝不放第2次技能。这要搁赤犬，石头牛也拉不回来呀。主要是黄 Sir 收拾泽法的残局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操作呀。所以老黄的描边神器靠不靠谱，取决于工资到没到位，或者对面是什么人。还有藤虎那招泰山陨石坠，当然这招在藤虎嘴里没名没姓的，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突然拉下来一颗陨石，而且是无差别中奖。就是藤虎自己都不知道除了砸敌人还会砸到谁，跟藤虎好赌的爱好一样，一切自有定数。这时候藤虎大叔想要赌一局，那就先摇一把骰子，135点会砸到海军比较多，246点会砸到海贼比较多，反正就是一声不吭，一言不合就开大，这谁受得了？就因为这事儿，当时还有士兵跟藤虎诉苦，屠魔令无非就是摇人过来，无差别毁灭一座岛。藤虎大叔堪称是自带陨石版屠魔令的男人，当时在格林比特也是吓得明哥和罗2条腿多少有点不听使唤的抖。明哥和罗也搞不懂藤虎这到底要砸谁，仔细一看，哦，闹了半天，藤虎急了，连自己都砸。狂热行动里的那些细节彩蛋，水里出现了福克西海贼团的鲨鱼，水之都的海上列车飞驰而来，可可罗婆婆等人在车内，车顶上坐着水之都的船匠和工头们，还可以看到弗兰奇家族的成员，以及出现在强者世界和狂欢男爵神秘岛中的人物。来到球场，他们正在玩当年索隆山治玩的武斗球。观众席上出现了德岛竞技场的解说员，在一个展馆里看到了卡库、露琪、欢乐街女王 CP0的人，边上是一尊白胡子的雕像。广场上随叫随到送货上门的电话虫公司推销员，不远处是老沙的手下情人节、黄金周和 Mr. Five。 在海上那更是细节满满了，除了海上列车，还有水之都的交通工具，路飞他们都坐过。另外还有阿拉巴斯坦的海猫，曾经慎平离开渔人岛冒险时就遇到了一只迷路的小海猫。天上飞的是迪巴鲁的飞鱼骑士团，蛇夫老板的连结式铁板烧剑，店铺 logo 是用了山治初次悬赏令的头像，山治看见那还不得疯了。还有送报纸的海鸥掠过，人群中看到了老沙和剧场版机关城的 BOSS 陆琪在这里匆匆走过，在庞克哈萨德被索隆斩杀的巨龙以幻影的形式被投射出来。片尾萨博让一个女孩投影出艾斯的身影，而这个女孩的名字叫做安。最好玩的还是无处不在的熊猫人，整个狂热行动里出现了好多次熊猫人，只要是人多的地方仔细看看，总能发现他奇怪的身影混在其中。所以这无疑是一部海米向的剧场版，隐藏了很多发现或者未发现的彩蛋，可以说非常细节了。狂热行动里的那些细节彩蛋，在片头可以看到小巴和凯米在卖章鱼烧，帕帕古在店铺顶上吆喝，买章鱼烧的是空岛美女科尼斯和山迪亚一族的小女孩艾莎。不远处是空岛白色贝雷帽部队队长，一旁的店铺可以看到弗兰奇家族的方块姐妹。挤在人群里的老头是动画原创千年龙篇讲千年龙故事的老爷爷。随后娜美参加了选美大赛，头上戴一圈珠宝头饰的姑娘是香波地岛上被公开贩卖的舞娘，旁边是屁股头海贼团的战斗员仙拉拉队长波奇，还有在罗格镇和山治比拼厨艺的红发美女厨师，还有在海上餐厅巴拉蒂和芬布迪一起来进餐的美女。娜美身边2个都比较熟悉，一个是黄金城的卡丽娜，另一个是山治2年修炼时结交的女朋友伊丽莎白。下面拍照的是火焰拍照侠，以前负责拍悬赏令照片，因为经常忘记打开镜头盖，早就被海军给开除了，现在在世界经济报工作。路飞挑选衣服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件短袖上印着巴索罗米熊的头像，在一旁取牌子的斯波伊鲁，恐怖3维帆船篇被害者协会名誉会长，称自己是受了重伤的老人家。接下来是温泉岛篇的温泉岛号经理，还有艾尼路手下的爪之试炼神官，他的身后是黄金城的好运姐巴卡拉，不远处还有阿拉巴斯坦的擦鞋童、反叛军战士和薇薇公主的好友寇莎，推进城的玉足兽、无尾熊和斑马也在其中，还可以看到指南鸟，以及在强者世界里娜美骑过的那种鸟，火焰甲虫、长毛象、牦牛、六角虎都是强者世界里出现过的动物。一旁的是香波地冒充乔巴的那只狐狸。又一个想单刷卡普战国的猛男巴雷特。
狂热行动里的大 boss 巴雷特，一能打，二抗揍，三勇敢。当然，这个勇敢主要是指他赶来剧场版跟路飞对锤，所以为了体现巴雷特的强大，毫不吝啬的给巴雷特身上加了各种标签，比如做过海贼王罗杰的船员，连黑胡子都不敢收的推进城6层囚犯，年纪轻轻就能和雷利打个五五开。除了这些，巴雷特开局就是一打10几个海贼团的名场面，在新世界掀起风浪的超新星们，在他面前秒变一堆超级兵，复制了当年黄猿在香波地岛上收拾超新星的操作。只不过老黄是一脚一个小朋友，巴雷特是一拳一个小朋友。巴雷特强是强，就是强的有点走火入魔，甚至为了成为世界最强，敢向全世界宣战。巴雷特出生在一个战争无休止的国家，刚出生就被遗弃，后被敌国军队收养。年少时的巴雷特只是想一心一意立下战功，当个好军官，但是因为队友的背叛，他树立了一个只信自己，唯独自己是最强大的，才能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信念。一场战争中，因为饥饿命悬一线时吃下合体果实，成为国家英雄的巴雷特，因为太优秀太强大，又遭到队长陷害，愤怒的巴雷特毁灭了这个国家和军队，遭到海军通缉，被迫出海。15岁时，巴雷特遇到罗杰，发起挑战，结果被虐，但被罗杰收留。18岁的时候，得知罗杰得病了，一是巴雷特觉得自己又行了，二是怕再没有机会向罗杰发起挑战，结果又被虐。罗杰还答应他会等他再一次来挑战。虽然巴雷特灰头土脸的下船了，但超越罗杰成了他毕生目标。19岁的精神小伙巴雷特在海上游荡时和老沙短暂交手，未分胜负。后来罗杰到达拉夫德鲁，有一个船员偷偷制作了指向拉夫德鲁的永久指针，但罗杰把指针扔进了大海，被海王类吞掉。同一年罗杰被处刑，巴雷特就彻底疯了，说好的等我再来挑战呢，你个大骗子，真坏坏。巴雷特从此就成了一个失去目标的孤独强者，于是在大海上疯狂搞事情，报复社会。22岁就一个人在外面作到被海军对其发动屠魔令，巴雷特英年早屠，被集火，直接引来了当时卡普战国率军围剿。当时卡战2人组已经收拾过金狮子了，巴雷特还妄想单刷本部最强战力，没想到根本没有机会，最终获得一张推进城房卡。蹲了20年耗子，巴雷特里面也没闲着，非常自律的锻炼自己。20年，老巴的实力不仅没有退步，反而更强了。出来后的巴雷特彻底走火入魔，本来能去拉夫德鲁的巴雷特，其野心已经不只是手里的永久指针那么简单了，而是要全面超越海贼王罗杰。巴雷特不光是要成为海贼王，还要干掉4皇大将以及所有能打的。巴雷特用绝对实力证明了反派不仅死于话多，还死于逼事儿太多。巴雷特合体至最强形态，但被路飞、女帝、罗、老沙、萨博、斯摩格、陆奇、巴基集火破防。铠甲状态的巴雷特唤醒了乌索普的蛇烟花种子，外壳被绞断。最后魔鬼形态的巴雷特被路飞彻底击败。海贼无间道早期有个克洛船长，卧底在可雅小姐家做管家，被路飞打败后，本以为这是卧底时代的结束，没想到是卧底时代的开始。之后千奇百怪的奥斯卡级别的影帝层出不穷，甚至像世界政府的 CP9 这种，干脆直接就组团来卧底。为了搞到冥王的设计图纸，在冰山社长的周围扮成大大的良民，潜伏了好几年。知道真相的冰山瞬间人就傻了，千言万语在心中汇聚成一句话：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此后一个组织或者团队里，看吧，卧底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西乌海里的熊本是革命军老大龙的人，保护过草帽团和桑尼号3大将里面的蒙奇帝。还有堂吉诃德家族，德雷斯罗萨的小明可是玩卧底游戏的高手，把莫奈安插在凯撒身边当秘书，只是常规操作。小明的干部维尔哥早早就到了海军里当卧底，维尔哥用了10几年的时间，做到了海军中将和G5支部基地长，深得海军信任。小明心想，黑白2道通吃，卧底真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东西。巧了，此时在海军本部放羊的战国也是这么想的，因为小时候被战国收养的克拉松藏着海军的身份，回到哥哥小明身边做了卧底。小明一开始并没有察觉到克拉松和海军有什么联系，活生生上演了一出双方互派卧底、互相不知情的无间道。到了现在的和之国，表面上有超新星联手干4皇，暗地里那就是卧底们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表演时刻。首先，凯多手下凌空6子的德雷克是海军的人，而且还是特殊机密小队队长。凯多手下的阿普曾经卧底到过基德的讨伐红发的联盟里，那会儿大家一拍即合，达成共识，然后结果都知道了，基德等人直接撞进了凯多宽阔厚实、热情似火的温暖怀抱里。而传次郎、狂死郎、丑三小子3个身份都是传次郎一个人。传次郎一开始化名狂死郎，潜伏在大蛇身边，他实则是赤鞘9侠之一。光月日和化名小子，也是潜伏在大蛇身边寻找报仇机会。
那一晚，因为护子和日和惹怒了大蛇，为了不搅黄卧底大计，也为了保护日和，传次郎和日和俩卧底在大蛇眼前上演了一出瞒天过海、金蝉脱壳的好戏。而酒匣里的看十郎反而是大蛇的人，以至于警卫门等人的行踪屡次莫名其妙的泄露。所以现在凯多的地盘上，在一些人还没有显山露水的情况下，就已经各方卧底群卧荟萃了，简直就是卧底集中营。海贼王里那些奇奇怪怪的电话虫，海贼王里的电话虫五花八门，不同的电话虫也有不同的功能，社交、通讯、聊天、交友、直播、录像、监控、窃听、红烧、清蒸、爆炒、醋溜、油炸、储备粮等等功能一应俱全，可以说是海贼世界里特别好玩的一种东西。这些电话虫都会演绎表演，能将来电人的表情、情绪和神态模仿得惟妙惟肖，甚至连对方缺了几颗牙都能模仿出来，而且还会哭，还会流泪。要说电话虫能模仿到什么程度，通话对方在通话期间被人杀死，吐了一口血，这边电话虫同样会自己喷出一口血。就这演技，不拿奥斯卡都屈才了。除了像海军蓝白条纹和推进城军绿色外壳这种通用款电话虫，一些人也有自己私人定制款的电话虫，也就是给他扮上自己标志性的装扮，并分发给小弟们。比如明哥的是戴着同款墨镜，穿着同款粉红貂的电话虫。明哥作为电话虫收藏家和批发大户，家里那是存了一堆五颜六色的这东西。罗的则是戴着同款帽子，胸口上有一个红心海贼团的标志，黑胡子的还加上了自己的同款胡子，和黑胡子本人一样，壳子上打扮的那是珠光宝气的。大妈的电话虫就更艳了，这是连头发都给植上去了。此外还有黑色电话虫，因为喜欢收集同类的信息的缘故，被当成窃听电话虫。黄猿在香波地出差的时候，就当成了通讯电话虫，猫西猫西的喊了半天，还被战逃丸教育过，很像是一开始教长辈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的场景。有窃听电话虫，那就有防窃听电话虫。在龙和小伊万通话时，就用到了一只白色的防窃听电话虫，只是这种电话虫很稀有。投影电话虫可以一只眼睛拍摄影像，另一只眼睛放映拍到的影像，和投影仪的功能一模一样，这是开会王布兰纽的最爱。监视电话虫和放映电话虫，推进城里常见的两种，曾经巴基大神越狱出来就被拍到过，不过缘妙不可言。后来巴基用监视电话虫在顶上战争开直播，一波封神。而放映电话虫则是配合使用，体型比较大，接收监视画面，放映在监控室里或者是更大的屏幕上。拍照电话虫，萨博在潜入玛丽乔亚时就用到过，体型很小，便于携带，很多人都用过，比较常见。黄金电话虫，海军本部大将及以上军衔才可以持有，可以发动毁灭一座岛屿的屠魔令。曾经轻质将黄金电话虫托管给了斯潘达姆，喝了假酒的斯潘达姆还误按了黄金电话虫，导致司法岛被夷为废墟。虽然电话虫有这么多功能，不过电话虫并非是机器，而是生物，它们也有生物的特征，比如会受到惊吓而缩回壳里，会被麦哲伦的毒气给毒晕过去，所以要戴一个防毒面具。总之就是一群很好玩的小玩意儿。真假草帽团，2年后的香波地，一帮人冒充草帽一伙在这里招摇撞骗，用绝对实力证明了不作死就不会死这个道理。这个假路飞自己只有2600万悬赏，却只收7000万以上的海贼，而且不光是装扮上照搬，还自称是革命家龙的儿子，模仿的倒挺全面，可以说是无比嚣张。一顿操作后，收了不知情的3个海贼团，其中就有本来计划混入真草帽一伙，然后大开杀戒的卡里布和克里布这俩新一届的超新星。另外也有差一点就有机会成为超新星，莫名其妙就被坑进传销窝点的有志青年。假草帽一伙先是误打误撞的在酒馆里遇到了真娜美，然后就出现了假娜美威胁真娜美的场面，这就自认倒霉吧。一帮人活生生成了乌索普和娜美展示2年修炼成果的背景板。假草帽一伙体验了什么叫装逼遭雷劈的滋味。在外面遛弯的假索隆山治罗宾乔巴则是遇到了真乔巴，而脸盲的乔巴不仅把假的认成了真的，看到假索隆山治这么亲密，也丝毫没有怀疑，还以为是两人的关系奇迹般的变好了。这波骚操作倒是让假索隆山治懵逼了。这里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一直跟踪罗宾的特务，这两人看样子也是脸盲的不行，扯开麻袋飞奔而来，手忙脚乱的直接把假罗宾给搂走了。另一边真路飞因为撞倒了假路飞，不知道遇到本尊的假路飞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圣竟敢以下犯上，出言不逊。低头一看，哦，原来是个无名鼠辈。路飞很快被这帮人围了起来。假路飞不仅拿枪顶着路飞的脸，还敢开枪。修炼归来的路飞丝毫不费力地躲开了子弹，接着用霸王色将几个人团灭，但帅气的操作却依旧不能掩盖路飞的终极脸盲。之后他遇到了假索隆山治，没想到路飞竟然主动将两人认成真的，搞得这俩人又是很懵逼。和乔巴一样，路飞此刻也惊叹于索隆山治2年时间变化不仅很大，而且关系还变好了。
假索隆山治也不知眼前的人就是路飞本人，只觉得这货要么认识草帽团的人，要么脑子指定有点毛病。因为假草帽一伙在岛上为非作歹，海军以为是真草帽团，并前来围堵，而脑回路蠢萌的路飞还傻傻的跟他们站在一起，完全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直到假路飞被单逃丸给秒了，路飞才回过神来，才知道原来这帮人是赝品，并发出了那两个人跟索隆山治真的很像啊的感叹。看来路飞的脸盲，索隆的路痴，山治的花痴，谁来都治不好了。最后知道真相的卡里布气急败坏的将除了假路飞的其他冒牌货全部活埋了。从巨型萝莉到海上四皇夏洛特玲玲，别看四皇大妈现在是这般状态，年轻时的大妈那可以说是非常漂亮。从战国的回忆里和 SBS 里都可以看到大妈年轻时是什么样子的。大妈离开洛克斯海贼团后，前前后后43个丈夫，46个儿子，39个女儿，基本上就是天天流哈喇子，夜夜翻人牌子，年年都生一窝孩子。为了自己的万国大业，身材样貌走样。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多读书，多看报，少生孩子，多睡觉。大妈5岁的时候被父母遗弃在巨人族居住的埃尔巴夫，爹娘骗她说在这儿乖乖等着，我们办点事儿马上就回来。然后大妈就成了孤儿，之后被修女收养。其实大妈小时候吃饱喝足的情况下是个挺善良的巨型萝莉，玲玲酱能有什么坏心思呢？只不过是轻轻一掌就把一个不乖的熊给呼死了。看长手族的小孩多了一个关节，想帮人家拽掉，看鱼人手掌上有蹼，也想帮人家拽掉，反正就是好心办坏事，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岛上的这些孩子们一开始都不愿意跟他玩，要光是这个还好办，主要是埃尔巴夫有个节日叫冬至祭，岛上的人要断食12天，然后再举办盛大的宴会。断食开始前大家吃了萨姆拉，但在断食第7天的时候，因为过度思念萨姆拉，大妈爆发了丝湿症，整个人就疯了，大晚上的毁了巨人族的村子。巨人族长老约鲁鲁愤怒至极，手握长剑要代表月亮消灭大妈，结果被大妈反杀。修女用魂果实能力造出了潘多拉，加上从业多年出神入化的洗脑术，才平息了事端。修女也带着这帮孤儿离开了阿尔巴夫。之所以这么做，因为修女是个资深的人贩子，专门收养这些无家可归的小孩卖给世界政府。修女的羔羊之家收容院里最大的一匹狼就是修女本人，而大妈就是她从业几十年最好的一批货。这还没等出货呢，在大妈过生日的时候，大妈因为吃焦糖泡芙塔吃到忘乎所以，能咬的全给啃了，能吃的全下肚了。修女和那些小孩诡异的全没了，细思极恐。有2个目击者，其中被一个巨人战士看到，后来大妈就被整个巨人族拉黑了。但是另一个目睹这一幕的长面包，也就是之后大妈海贼团的厨师长，主动过来套近乎。正是在长面包的陪伴下，大妈天生的王者天赋得以施展，小小年纪就从一个无名之辈到赏金5000万，再到赏金5亿。而大妈的梦想一开始是一个挺纯真浪漫的梦想，就是修女之前说的，建立一个融合所有种族、人人平等、和平相处的国度。只不过修女是伪善，大妈是真的单纯，但没有人能够正确引导她，所以大妈渐渐变成了一个独裁女王。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大妈都要睡个够，谁不听话就整死谁，到最后已经完全变味了。奎因和晋都惹过大妈，但奎因被大妈一记摸头杀按在地上摩擦，而对待晋，大妈表示这玩意不比 One Piece 香，不计前嫌想要诱拐回家。大妈也并不是那种彻头彻尾的大坏蛋吧，毕竟失忆后有红豆汤喝的大妈还是那个善良可爱的玲玲酱。当草帽一伙的悬赏令传向世界，香波地群岛上布鲁克的经纪人们看到消息后砸桌子撕报纸，无比愤怒，因为大明星布鲁克一声不吭的就跑路了，狠狠地水了他们一次，断了他们的财路。某海域的上空，乌索普的师傅海克利斯坐着独角仙，看着报纸悠闲的在兜风。小空岛，这是娜美2年修炼的地方，因为几个老头被娜美嘲讽过老土不时髦，所以一把年纪了还要研究研究穿搭。现在已然变成了几个潮老头，他们只是希望娜美再回来时能夸一夸他们。而鹰眼这边就淡定多了，一手拿着报纸，一手拿着饭团，看着关于索隆的消息，和佩罗娜还有这群狒狒们一起打理自己的菜园子。卡马巴卡王国小伊万这群人此刻似乎并没有在意这方面的信息，反而是在布置革命军的开会桌，因为一个花瓶的摆放位置而吵得不可开交。渔人岛这里的孩子们都戴着英雄路飞的同款草帽，和白星公主、鲨鱼王子打招呼，而这些草帽都是盛平从外面批发过来的。盛平之前跟一个孩子承诺过，最后也说到做到了。香波地雷利老爷子一如既往的在赌博，看来今天运气不错。等会儿这个最右边的人和同样好赌的藤虎大叔好像，这气质，这五官，这装扮。不过这位大叔眼睛上没有疤，比藤虎瘦，显然只是神似。一旁的荷官催促雷利赶紧下注，雷利的关注点全在徒儿路飞身上，因为路飞赏金5亿，
雷厉兴奋地摆出了5的手势，荷官也伸出5跟他确认。好吧，希望这次不是又把自己输到人贩子手里。之后，雷厉将悬赏令给路飞2年期间的陪练小弟们看，小弟们喜极而泣。路飞2年后4档的招式名，基本上都是根据这些猛兽而起的。女儿岛，看样子女帝这是又春心荡漾了，把悬赏令的金额乱七八糟的全砍掉，将照片放大成巨幅海报挂在宫殿外墙上，而女帝则是羞涩的不敢回头看。四海为家的清志一边撸串一边看报纸，身后是他的新伙伴，一只叫骆驼的企鹅。一座正在举办婚礼的岛上，红发海贼团在此。耶稣布看到儿子乌索普的消息，并且还被人称之为神乌索普，耶稣布乐得合不拢嘴。老爹是耶稣，儿子是神，这还呼应上了。朝南红发高高举着报纸，欣慰地笑着。红发这印花的大花裤子可比报纸好看多了。当草帽一伙的悬赏令传回故乡，打败民歌后，草帽一伙的悬赏全员刷新。那一天，马奇诺酒馆挤满了欢呼雀跃的人，吧台上放着路飞等人的最新悬赏，墙上挂着有路飞字样的横幅。多古拉头上戴的是多年前从海里捞上来的萨博的帽子，马古拉戴了一顶和路飞相似的草帽，达旦举着马奇诺的孩子，看来大家都很开心。双月村一心到场，更四郎有些脑仁疼，因为道场里的这些中二少年纷纷模仿起了索隆的3刀流，还用胶带粘住一只眼睛。索隆早已成了他们的偶像，2个大一点的徒弟则是索隆小时候的玩伴。西罗布村可雅小姐的气色看起来变得更好了，洋葱头、青椒头、萝卜头拿着神乌索普的悬赏令，无比激动，泪流满面。他们的乌索普船长当年吹的牛批可都实现了呀！海上餐厅巴拉蒂，当时餐厅的招牌 logo 是山治第1张悬赏令的形象，如果山治以后回来，估计想死的心都有了。不过站在招牌上的卡尔涅正在气愤地撕毁悬赏令，因为照片换了，这招牌又得重新装修了。而哲夫老板看着悬赏令若有所思，因为唯独山治是只许活捉。可可西亚村阿健先生正在抱怨，为什么再一次用如此羞耻的照片做悬赏令，嘴上是这么说，但还是很贴心的把娜美的照片放大，并用精致的相框装起来挂在墙上。双子甲的库洛卡斯老爷子一如既往的休闲的看报纸，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拉布，他们都非常高兴。樱花王国多尔顿和朵莉尔姨娘也知道了这个消息，身后的士兵和兔子拉邦都带上了象征着乔巴的鹿角。阿拉巴斯坦得知消息的薇薇公主看着远方，身后的卡鲁亚想把路飞的照片从报纸上剪下来。水之都可可罗婆婆和奇蒙尼等人开心地笑着，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冰山和工头们惊讶地看着弗兰奇将军，弗兰奇已经将冥王的部分技术融入了其中。革命军大本营，二嫂正在翻看草帽一伙的悬赏令，萨博露出了路飞式傻笑，龙则露出了路飞式懵逼。未来国，这里是弗兰奇2年修炼的地方。基东和爷爷看到了弗兰奇的消息，身后的改造猩猩和改造狮子曾经还跟弗兰奇打过架，现在都为自己的弗兰奇大哥欢呼。巨鸟之岛，这是乔巴2年修炼的地方，现在这里的人们和怪鸟已经和平相处了。地上有个乔巴背包造型的纪念碑，后面则是药品商店，里面是乔巴用岛上特殊材料制作的药品。小孩子们穿着乔巴假面的装扮，为乔老大感到骄傲。索隆、山治能吹一辈子的那些事儿。第一，索隆达成2年只为这一刻这项成就。一直以来，索隆都是7步成首诗，转身不认路，因此还受到了山治等人的嘲笑。但是2年后的香波地，索隆翻身路痴把歌唱，第一个到达了香波地的签到地点，其他人都没到嘛，真是拿他们没办法。索隆邪魅一笑，如是说道。雷利和夏奇则是发出了意味深长的感叹。尽管战功赫赫，可索隆并不是喜欢显摆的人。曾经他扛住了成吨伤害，浑身是血，也当什么没发生过。但是第一个到香波地这件事，索隆可是说了一路。7号还敢对1号这么横，索隆向山治甩出了这句攻击力不高但侮辱性极强的话，气得山治原地炸毛，而后又假装漫不经心的点了一下最后一个到的路飞。可以看出，索隆对这件事可比砍了谁家的那个小谁还要骄傲。后来山治如愿达成了我比索隆之前这项成就。一直以来，山治的赏金都是被索隆压过一头，一直是万年老三。蛋糕岛后，山治的悬赏3亿3千万贝利，比索隆多1000万。因为当时索隆不在场，山治只能自嗨，就这都快把山治高兴坏了。到了和之国，犬梅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嘲笑索隆的赏金比自己低，结果遭到了研磨警告。另外，山治的这个赏金第2还没做热乎，之后慎平的正式归来，又把山治给挤第3去了。不过这都无所谓，单凭比绿藻值钱这件事，卷梅就心满意足了。索隆这第2件能吹一辈子的事儿，就是曾经把娜美和山治喷得没脾气。还记得索隆第1次试图反抗娜美，仅仅是瞪了一眼就被暴锤了一顿。山治那更是不可能愿意屈居索隆之下了。
能把这俩人同时教训的低头沉默，索隆可能没什么感觉，但可以算得上是历史性的一刻了。山治的第2件能吹一辈子的事儿，那就是同时抱着娜美和罗宾了。抱娜美这个愿望他早已实现好几次了，但是同时抱娜美、罗宾，以前看来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可能尾田意识到了2年修炼期间的山治有多惨，决定给他补偿。在和之国终于完成了这个梦想，用战斗服进澡堂，外加抱得美人归，一块儿都给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